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大婚之日，长姐逃婚，我被父母拿刀架在脖子上，塞进了侯府的花轿，送入洞房。李清霜，怎么是你？你姐姐呢？你们李家竟敢李代桃章，把侯府当猴耍吗？世子尽可踏出这扇门，但明日侯府娶错新娘的丑闻，必将沦为全京城的笑榜。你敢威胁我？是交易，替嫁非我所愿，世子大可去查。这3年，你我做对假夫妻，人前我给你体面，人后互不干涉。3年期满，你我两清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耍什么花样。记住你的本分，3年后拿着休书，滚出侯府。是和离书，一言为定。世子夫人，怎么回事？子冲出来，晕倒在马。3年时间，我们都默认日子便会如此相敬如宾的过下去，直到3年期满的前1个月。月儿，昭松哥哥，月儿知错了，月儿终于见到你了。张姐，你这出戏，你迟到了3年啊。走吧，3年时间一到，也是时候和离了。3年替嫁，我全了侯府的体面。如今正主归位，谢兆松签了这和离书，你我也两清了。从此我不做替身，也不要你了。清霜，你早就准备好了。我也曾摇摆不定过，但今日我就下定了决心。我要的是坚定不移，唯我无他。你给不了，那我就给自己。清霜，你听我说，今日长姐回来，情况危急，我只是救人。救人？你当众抱她去医馆。你知道你走后，满京城的贵妇是怎么看我的吗？不是说让这是。对不住，当时人命关天，我没有想太多。谢兆松，我不在乎流言蜚语，我在乎的是你毁约在先。你让我失了颜面，而我发过誓，绝不让自己再受委屈。你还记得大婚那晚你说过什么吗？赵松啊，这清月忽然找不见了，你也知道两家婚约已定，为两家颜面，只能让清霜顶上。我苦命的孩儿啊，清月那丫头性子烈，谁知她大婚前夜竟……小弟，你方才说在院外看见了陈王世子。是世子哥哥带大姐走的，他说要带大姐去江南看一辈子桃花。原来如此，陈王世子，好得很。清霜，今日委屈你了，往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不委屈，就当还了爹娘的生养之恩吧。这是替嫁那日让李家签下的断绝书，生养之恩3载操持，也该还清你谢家了。你我的承诺本就如这纸一般薄，签字吧，谢大人。今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两不相欠。清霜，长姐受伤危在旦夕，
我是为了救人才当众抱他去医馆，你何必要闹得如此难看？救人？当时身边有随行丫鬟，有壮硕小厮，甚至我就在旁边的轿子里。你有100种方法送他去医馆，可你偏偏选了最亲力亲为的一种，当众横暴。够了！和离是大事，我要去告知母亲。对，母亲不会同意的。3年前得知长姐私奔时，她也曾这样狼狈逃离。3年过去了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3年前，爹娘逼我替嫁，他们说是为了保住两家颜面，可实际上呢？双儿，你姐姐跟世子那是真情，万一以后成了皇亲国寇，咱们家就飞黄腾达了。你先顶上，谢家那边咱们以后再赔罪。他们抱着侥幸，万一长姐真成了王妃呢？而我不过是他们用来稳住谢家的赌注。这谢家，这李家，我都不留了。青霜，苦了你了。可惜他是个不惜福的，人心各有志，强求不得。当初若不是我逼着你爹娘立下字据，今日这谢家的大门怕是都要被那李清月拆了。李二姑娘被你们卖了，这事儿不怨清霜，但这字据你们必须立，省得日后李大姑娘回来反咬一口，说妹妹抢了婚事。夫人，这字据没必要吧？不立，那这替嫁我不认，我立刻去敲登门姑，告陈王世子拐太我儿媳，咱们一起完蛋。没用的货，连个男人都搞不定。我是不如长姐有用，一次搞定2个男人。你个小贱人！他现在是我谢家的人，轮不到你们管教。赵松如今是不甘心，总有一天他会后悔的。他若后悔，双儿你娘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否则他也学不会长大。我会让他签和离书，之后你打算如何？我会立女户，离开京城，做点小生意。我有手有脚，能养活自己。这谢家3年是我借来的温情，现在该还回去了。我这一辈子和你公爹做了一辈子怨偶，原想让赵松过得顺心些，才由着他娶了你长姐，谁知竟成了祸害。娘待我好，我心里清楚，可人心若是偏了，怎么扶也扶不正。姑娘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门房说，老爷夫人一大早就去寺里为大小姐祈福去了，说大小姐流落在外辛苦，他们压根忘了今天是您回门。在那一刻我就知道，李家这泥潭，我若是再踩进去，便是万劫不复。第1年，我时刻想着和离，练手艺盘生意。第2年，因为您待我好，谢兆松敬我，我的心动摇过。第3年，我想就这么过一辈子也挺好。可李清月回来了，谢兆松变了，我的梦也就醒了。是谢家对不住你，不，是我该找回自己了。我永远也不会让自己再次陷入一个有李清月的泥坑。李清霜应该有自己的人生。谢家再也不见。看来你真的放下了，清霜。娘明知道他会后悔，却拦不住他作死。
心死之人，无所谓放不放下，只是不想再纠缠了。青霜，我需要一些时日忘掉他，不然我觉得这是对你不尊重。青霜，我们不和离。青霜，我们不和离。我纳李清月为妾，以后只有我们3人。我发誓会对你好。我不信你，我只想过没有李清月的日子。她是你长姐，你们打断骨头连着筋，那又如何？护我爱我是姐，扶我助我是姐。若不是破都的是姐，他李清月打我骂我辱我害我，自己犯错让我顶锅，他凭什么当我姐姐？3年了，青花，我以为你早就大度的不计较了。你大度，因为被牺牲的不是你。谢兆松，你真是何不食肉琛！你锦衣玉食，想要星星没人给月亮。可我这种天生就缺的人，多想要一个完完全全属于我的东西。我以为我们可以做同盟，可你偏要让我去争去抢，去被全京城看笑话。纳她为妾，你娇妻美妾在怀，志得意满。那我呢？我就不配拥有一个满心满满都是我的夫君吗？我不配有一个干净的家吗？谢兆松，你对我无恩，他李清月对我无德，你们都不配我做任何让步。我本想等离开家就能痛快活一次，结果进了谢家这第2个牢笼。命运待我不公是苍天的错，但我若认命就是我的错。我可以被打断脊梁，但就算爬，也要爬出这方吃人的院落。青霜，对不起。我一直以为姐妹相处总好过和陌生人，我没有想到你的难处。我曾以为我们能互相理解，但现在我发现，天生圆满的人永远看不见深渊里的枯萎。继母是母，但有人厌；继父是父，但有人恨。都是女子，你为何独钟情于李清月？谢兆松，你自己都做不到的博爱，不该拿来劝别人。我一直都知道，自己是一个被倒干了水的空杯子，只有装满了水溢出来，我才愿意给别人，不然我只会耿耿于怀。我无法忘记快要渴死了的感觉。青霜，我好像从未曾了解你。3年，你若想了解，总能了解。你只是沉溺在自己的旧梦里，不愿弯腰去看一眼路边的杂草。人们爱繁花，这没有错，我也爱繁花，但不该去采繁花下那盈盈一株草。小草无错，也该爱护。和离书已送到官府备案了，只差有决到过写签案，只差最后的手续，还需一段时日才好。
娘说你要立女护，你不打算回李家了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不劳公子费心。我们清月生得这般标致，将来必是贵夫人命。小弟真是聪明，日后定能中状元。我爹娘的嘴造就了我们的名声，他们给长姐的是美名，给我的却是平庸、争强好胜。所有人都管中窥豹，包括曾经的你。清霜，叫我李清霜。瞧瞧，这不是谢家的二夫人吗？真合意了。听说是因为那位长姐回来了，李二姑娘真可怜。住手！李清霜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这些都是爹娘当年给我备下的嫁妆，你凭什么带走？你的嫁妆？既然是你的嫁妆，为什么3年前是我嫁进谢家，而不是你？那是因为……你打我！你敢打我！我打你怎么了？你比谁金贵？还是你指望你那个世子爷能从地缝里钻出来给你出头？李清霜，我知道你从小就心一线了。当初若非知道你的心思，我怎会负气离家？我为了全你的心思远走他乡，你却趁机钻空子成婚，如今还要霸占我的财物，你满意了吗？够了，李清霜，够了！月儿已经如此凄惨，你为何还要苦苦相逼？收手吧，既然是你心悦我才逼走了他，我以后会补偿你，但你不能再伤他。你信了？谢兆松，你竟然信了他这漏洞百出的谎话！这一巴掌打你无知！听好了，你谢兆松对我无恩，他李清月对我无德。刘嬷嬷，念替嫁之事实属无奈，因长女李清月与陈王世子私奔，遍寻无果，恐坏名节，特令次女替嫁。见证人谢前世、李姑、谢家族老。私奔？为什么没人告诉我？婆母曾想告诉你，你说你嫌恶他，一个字也不想听，你忘了？被人指指点点的感觉，好受吗？谢大人，这是假的。松哥哥，你知道的，爹娘是因为偏宠二妹，才会被他逼着写下这种文书。爹娘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大姐说你们为了偏袒我而造假呢。为了证明清白，我看还是请官差来，咱们对簿藏堂。你个贱人，让你欺负我大姐，你不过是个丫鬟命的丧门星，丑八怪！你敢打我的宝贝儿子！既然你们不认，那就公堂见。认，我们认，那文书是真的。爹，你回来啊！清月，我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你。清霜，对不起，是我糊涂，是我被蒙蔽了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众位见证，清霜这孩子入我谢家3年，克勤克俭，可我那叶子不识明珠，白白耽误了好姑娘。今日我不只支持他们和离，我更要当众宣布，我愿认李清霜为义女。谁若敢轻便她，便是与我钱家为敌。义女，那我们再也没有可能了。女儿清霜拜见义母。这一刻，我不再是谁的替身，不再是谁的附属，我的余生只为自己而活。今日当着众人的面，我收清霜为义女，入我谢家族谱，为谢家嫡长女。不可，娘，这太荒唐了！她成了我长姐，那我和她……清霜，
你这是做什么？娘亲在上，请受孩儿一拜。你们视我为草芥，弃之如敝羽，却不知在这世上，总有人将我奉若珍宝。谢家还没散呢，轮不到腌杂东西作乱。来人，给我打！宋哥哥救我！救命啊！娘，你别这样，青霜，你快劝劝娘。凭你也配？若你刚才护住他，我还算你有始有终，可你只是冷眼瞧着。谢兆松，你怎么和你那个薄情寡义的爹一模一样？你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诱我过来看我丢人现眼。李青霜，我是你亲姐姐，你非要毁了我才甘心吗？你若不贪图我的嫁妆，又怎会自投罗网？这就是你贪婪的下场。我只想回到宋哥哥身边，我已经答应做妾了，我已经把正妻的位置让给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？你占了我的便宜，还要害我！你凭什么觉得回来做妾是补偿？李清月，你最对不起的人是我，你凭什么补偿他而不补偿我？凭什么？不过是让你替嫁。谢兆松这样的才子，若不是凭我的名头，你这种平庸相貌，嫁石慧也高攀不上，你应该跪下来谢我。难道因为我相貌平庸就不配谈情说爱？我的灵魂、情绪、思想，在你们眼里根本不算人，对吗？李清月，你会有报应的。你不把我当人，所以你才会遇到不把你当人的陈王世子。那种滋味，你以后会慢慢品尝。我等着看你跌入地狱的那一天。什么事儿？二小姐，和离书虽签了，有时间飘离过后姐，但老爷夫人让我问你还有没有将他们当做爹娘，为何不回李家？老爷说，若你还认亲，就带着这些嫁妆回去，这次定会顾及你的心意。帮我传一句话吧。滚！没听清？我说滚！加钱，今晚我就要看到他们散满京城的大街小巷。瞧瞧，大小姐竟然跟人私奔了！还要吞二小姐的嫁妆。我爹被御史弹劾治家不严，丢了官职。李清月缩在家里寻死觅活，这才刚开始。丧门星，你这个害人精！当初你出生，我就该一把掐死你，溺死在马桶里。夫人慎言，哪有当娘的这么咒女儿的？我妻傅捆咬，夫人都要死掉。你若再敢滋扰，我就将书信呈给圣上，到时候司空任家一起加陪葬，如何？你怎么变成这样？我们是你爹娘啊！你怎能这么狠心，这么有心机？你爹娘姐姐弟全都会选择把你扔下船，你没人！娘，要是船翻了，你会扔掉我吗？谁叫你问这种问题的？滚出我的房子，否则陈王府的火第一个烧死你！我早就知道，我心悸是因为没人护我，我狠心是因为没人疼我。李清霜，你可一定要爱自己，不然那个没人爱的孩子也太可怜了。李姑娘放心，有钱夫人打招呼，这和离备案与落女户的条子7日内准保给您办妥。有劳了。7天后，我便不再是谢李氏，而是李清霜。我听说母亲要办认亲宴，认你做义女。不，绝对不行！你若认了她为母，你我之间就真的再无可能了。清霜，
我真的想明白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。你保证什么？保证有李清月哭的时候你别抱她，还是保证你那软弱的肩膀能扛起事儿？有些男人只能当花瓶摆着看，若是近看细听，只会让人心烦意乱。你竟如此厌恶我！你知道我最后后的是什么吗？是大婚那日，我竟对你动了恻隐之心。这3年，我对你不好吗？我从未亏待过你的衣食。对我好？谢兆松，你摸着良心问问，这3年来，我的香楼里可有一件你送的礼物？你陪我上过香吗？陪我逛过街吗？逢年过节走亲访友，你关心过我被哪些亲戚嘲讽过吗？你没有，你只会在李清月污蔑我、欺辱我的时候抓住我的手腕，让我适可而止。我那是为了家宅安宁，那是婆母替我打回去的，所以我愿意认她为娘，因为这谢家唯一给过我遮风避雨之处的人是她，不是你。我曾以为这日子能过下去是因为你，后来我才明白，是因为婆母撑起了保护伞，李清月一回来，伞破了，你就露了原形。你不是深情，你只是自私软弱。今日请诸位做个见证，清霜这孩子与我有缘，从今往后，她便是我谢家的义女，入我谢师族谱。这是当年我为未出世的女儿准备的。那年谢父推了我一把，孩子没保住。如今我把它给你。娘，以前在李家，母亲的肩膀只属于长姐和弟弟，如今我也有属于自己的了。好孩子，谢兆松那混账不好，你以后定能遇到个顶好的。前人的教训，莫要耽误了你的后半生。好，等我以后领个顶好的女婿回来，我就在隔壁买个院子。若是兄长惹您生气，您就搬来我那儿住。他不跪下认错，我就不放您回来。李清霜，你个丧门星！你搬了新宅子躲清静，让你亲弟弟在外面被人打死吗？清霜，开门！为父有话对你说。李大人、赵夫人，我记得上周刚送去滚字，二位记性似乎不太好。逆女，怎么跟你爹说话呢？如今为父官职被贬，家里入不敷出，你弟弟又在外面欠了债。姐，二姐，你那些嫁妆反正也是谢家给的，你拿500两给我还债，以后我管你叫亲姐。500两，那是寻常人家一辈子的嚼用。你那双手若是长了只有赌钱的用处，不如剁了干净。大家伙瞧瞧啊，这李清霜和离了放横财，连亲生父母都不养了。当初我就该把他溺死在马桶里。那确实有些心狠，你懂什么？就说这当爹娘的当初逼他提嫁，心黑着。各位请看，这是李大人亲笔签名的断绝书，上面写的清楚，生养恩绝。上面还有李大人为了保住名声，承认长姐私奔的亲笔画押。李大人，您是想让我把这东西贴到贡院门口去吗？李小弟，你躲到这儿来了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清霜，你救救你弟弟！债主大哥，欠债的是他，担保的是李大人。这宅子是我立了女户的产业，跟李家半个铜板的关系都没有。他们在那儿，请便。没钱？行啊，李大人，听说你家那6品官服虽然没了，老宅子还值几个钱？拿房契抵债吧。这，哇，那是我们的命根子！这一世，我再也不是那个会被你们推下船的弃子了。李大人，你家二姑娘说得明白，她跟你没关系。这500两银子，你是给钱，
还是给命？好汉饶命！我那官职都没了，哪来这么多钱啊？都是这逆子，是他去赌的！畜生，看你干的好事，把你大姐害了不够，还要害老子！你，哎呦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你，李姑，你还有脸打儿子？当初是谁说儿子是李家根基，要什么给什么的？现在出事了，你推给孩子？我推给孩子，是你整天念叨清月那死丫头能当王妃，纵的这小子以为家里有金山银山。别戏了，没钱也行。老子打听过了，你家在城南那套老宅子虽然旧了点但地段好，正好抵了这债。不行，那李家的祖产，那是我的命根子。血债血偿，房产抵债。兄弟们，走去李家收房。李家，姑娘，老宅要是没了，老爷和夫人怕是要睡大街了。老宅没了，他们还有命。若我当年没替嫁，我的命就没了。去打听一下谢家那位长姐最近在折腾什么。李家塌了，她该急了。女护，李掌柜，你竟真的连谢这个姓氏都不愿沾染半分。宋哥哥看了一整日的公文，歇歇吧。这是我亲手炖的燕窝，放那儿吧。宋哥哥，你最近总是躲着我，难道就因为那份文书？我也是被迫的，当时世子逼我，被迫私奔3年。李清月，以前我觉得你单纯，现在我觉得自己愚蠢。宋哥哥，听闻清霜妹妹在外面开了布庄，抛头露面。她一个和离之妇，这样做实在丢了谢家的脸面。要不你去劝劝她，让她把生意关了，回家里来。我愿意做小，不是她。丢脸？她靠双手立女护，自食其力，而你私奔3年归来，还要败坏亲妹妹的名声，到底是谁丢了谢家的脸？滚出去！以后没我的允许，不准踏入书房半步。燕窝虽补，心黑了也难救。京城沈家沈云征沈世子送上南海红珊瑚一对，贺布庄开张大吉。李掌柜，这贺礼可还入得了眼？沈世子豪气，清霜受宠若惊，请入内吃茶。这李二姑娘真有本事，沈世子眼高于顶，竟然亲自来捧场。听说沈世子最爱这等奇女子，两人看着倒是般配。李清霜，李清霜，你疯了！沈云征是什么名声？你竟敢收他的重礼？跟我回去，谢家养得起你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哟，这不是谢大人吗？谢掌柜现在是我沈家的生意伙伴，谢大人以什么身份来管教？是前夫，还是那还没叫出口的义兄？你当真要自甘堕落，与这些纨绔为祖？谢大人，沈世子送的是贺礼，你送的是羞辱。既然道不同，请回吧。清霜，这批苏绣纹样独特，若能大批量产，京城贵女定会疯狂。李掌柜，你这眼光，沈某佩服。沈世子过奖，不过是想在这京城挣口饭吃。哎，这位大人，里面有贵客，您不能硬闯。李清霜，你果然在这里。开业那天收他的重礼也就罢，今日竟还敢关起门来私会，
你还要不要名节了？名节？谢大人，在大街上都公众横暴长姐的人，也配跟我谈名节？我是为了救人。沈云峥风流成性，全京城谁不知道？他接近你，定是不安好心。跟我回去，我有话对你说。谢大人，手伸太长了。李掌柜是我沈家贵客，这般纠缠，御史台又要请喝茶了。谢大人，契约已定。沈世子，我们走。李清霜，你当真如此绝情？为了一个沈云峥，连谢家的名声都不要了。我母亲若是知道你自甘堕落，定会后悔收你为女。名声？谢大人，当初李清月在大婚前夜私奔，你为了保全谢李两家的名声，让我替嫁。如今我自立门户，你又为了你的名声，想让我缩回谢家后宅。你的名声，难道是靠牺牲女人换来的吗？谢大人，听清楚了，清霜现在是我沈家的生意伙伴，她赚的是真金白银，立的是清白女户。至于你口中的自甘堕落，沈某倒觉得守着一个私奔归来的白月光，还要纠缠前妻的谢大人，才是真正的堕落。李掌柜，马车备好了，沈某送你回新宅。谢兆松那人心眼窄，若是他再来闹，你尽管报沈府的名后。沈世子，你这样帮我，就不怕惹上一身腥？沈某名声本来就差，不差这一笔。况且能看到谢兆松那副吃瘪的样子，沈某觉得值。松哥哥，你怎么弄得这么狼狈？是不是清霜妹妹又让你难堪了？没天理呀！亲生女儿住大宅，开布庄，却亲眼看着亲爹、亲娘流落街头，大家快来看不孝女啊！清霜，老宅真的被债主收走了，你弟弟还在大牢里受苦，你就借500两，哪怕是租个小屋子给我们住也行啊。李大人，500两没有，只有这些。今日我便要将这吸血的藤蔓连根拔起。生养恩绝，两不相欠。若长女归，次女离谢，李家不得干涉半分。李大人，这字迹遒劲有力，是你亲笔吧？李掌柜，你这算盘打得比京城最精的账房还要小。拿了替嫁的钱又来要养老钱，真当摇钱树？沈世子，你是有钱人，你救救我们，清霜听您的，你劝劝他。大娘，沈某虽爱财，却不爱扶贫，尤其是扶这种出卖亲生女儿的贫。我最后说一次，李家老宅易主，是你们纵子行凶的报应。再敢踏入我门前一步，我便将这些文书贴满京城每一个官衙门口，让全天下看看李大人的教子方略。关门！李清月，你在我谢家白吃白住也有些时日了。如今你爹娘连老宅都抵了债，你倒是在这儿安稳得很。夫人，我无处可去。宋哥哥说，只要我安心待着，他会护着我的。护着你？凭什么？凭你私奔3年的名声，还是凭你害得清霜心灰意冷，谢家名誉扫地？我知道我对不起妹妹，可我也是被迫的。我愿意给清霜妹妹做小，只要能留在谢家。做小？清霜现在是谢家的义女，是你的嫡长姐，你想做她的妾，她还嫌你脏了门楣。东哥哥，你说话呀！你当初不是说最爱我吗？够了，清月，母亲说的对，清霜已经立了女户，她不再是我的妻。你留在这里，除了让大家继续看笑话，还能有什么？刘嬷嬷，去把偏院锁了。从今日起，李大姑娘的用度减半。既然想留，就得守谢家的规矩，每天去佛堂抄经百遍，为清霜祈福。若抄不完，不准吃饭。宋哥哥救我！我不要去佛堂！
李掌柜，你这算盘打得比京城最精的账房还要响。谢兆勋此刻正在楼下借酒消愁，你不去看看？沈世子若想看戏，出门右转下楼便是，何必来我这儿讨情景？李青霜，李青霜，你出来！你凭什么认我娘当娘？凭什么丢下我？我去。谢大人，这酒气熏天的，别脏了李掌柜的地色。是你抢走了他。如果不是你，他不会这么狠心。谢大人，抢走他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你亲手抱起李清月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把他推下了船，现他飞上高枝变凤凰，成了沈某的贵客，而你只能守着那个私奔归来的白月光过一辈子，这滋味好受吗？谢兆松，你哭的是我，还是你那无可救药的自尊心？夫人，爹娘的老宅没了，我实在无处可去，求夫人垂怜，让月儿留下，哪怕洗碗扫地，只要能报答宋哥哥的恩情。报恩？我看你是想来谢家讨债吧？李清月，你私奔3年的名声，全京城都知道，我谢家能让你进门，已是看在往日的情分上。见过母亲。青霜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不，你的好长姐求着要进门做妾呢。青霜妹妹，不是谢大姐，以前是姐姐糊涂，以后进了门，姐姐一定好好服侍你和松哥哥。李姑娘慎言，我是谢家的义女，你是谢家的妾室，尊卑有别，这声姐姐我受不起。青霜，你一定要把话说得这么绝吗？赵松，怎么跟长姐说话呢？既然你要纳她，那就按规矩来，没轿子没红绸，从后门进来，把人带去偏院。从明天起，让她负责江洗全府的谢衣袜套。既然想报恩，就从出苦力开始。李清霜，你别得意太久，只要我在这府里一天，松哥哥的心就永远回不到你身上。他的心，那种脏了的东西，你尽管拿去。我现在的目标是让你在这府里生不如死。哟，又是李大姑娘，这可是特意给你留的。夫人说了，你这双手以前只顾着跟男人私奔写情书，现在该干点正事儿了。我是宋哥哥的妾，你们这群贱奴竟敢这样欺辱我！妾！谢大人连偏院的大门都没进过，夫人发了话，洗不完这些不准吃午饭。宋哥哥，月儿好冷，月儿的手好疼。母亲在气头上，你就多担待些，等过阵子我会去求母亲。宋哥哥，月儿不求别的，只求能每日见你一面。这府里除了你，没人把我当人看。赵松在那儿待了多久了？半刻钟了。赵松，长姐如母，青霜在这里，你却在那儿和个江喜丫头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谢赵松，看来活还是太轻了，还有心思勾引主子。刘嬷嬷，把她带去马厩，今晚的马粪也由她清了。宋哥哥救我！李青霜，你这贱人，我一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月儿，宋哥哥，你救救我，我快受不了了，这里好臭，好冷，那些婆婆根本不把我当人看。这是我偷偷拿的，月儿，你先忍忍，等母亲气消了，我一定求她让你回偏院。宋哥哥，只要你心里有我，再苦我也能忍。可是青霜妹妹如今成了你的长姐，她处处针对我，你一定要护着我呀。李掌柜，你那前夫哥现在正躲在马厩里，给他的白月光喂点心呢。这出戏你要不要去瞧瞧？马厩味重，我可不去。他若想护，便让他护，护得越深，母亲那里的火便烧得越壮。你倒是清醒，不过听说陈王世子最近在京城周边的行踪，似乎和这位李大姑娘还有些勾连。赵松，书房不去，马厩倒是跑得很勤快。母亲，你对一个江喜丫头如此上心，是想让全京城都知道我谢家家教不正吗？兄长，
既然你如此心疼李姑娘，那不如让她以后贴身服侍你。谢大人与私奔长姐暗通款时，兄长可别拉着谢家一起陪葬。李掌柜，鱼儿咬钩了。他信了？他那种人，只要有一丝能爬回高位的机会，就算那是断头台，他也会笑着踩上去。育儿无期，悔不当初。3日后申时，10里庭见。鱼儿，母亲刚准你休息，你要去哪儿？松哥哥，我想去庙里为谢家祈福，也为你求个平安符。好，我让小厮掏车送你。不用，我想诚心些，自己走着去。你觉得他会选谁？是那个给点心、给冻疮膏的谢兆松，还是那个虚无缥缈的世子爷？他谁也不会选，他只选能让他风光的那个。世子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月儿的。李姑娘，世子爷确实没忘你，他让你去地底下陪他那早夭的孩子。宋哥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是有人陷害我，这信不是我写的。不是你写的，那你为何会准时出现在这里？为何会对着一个陌生人喊世子？李清月，我为了求母亲留你，跪在佛堂整整1夜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？兄长，我早就说过，有些男人的深情，在某些人眼里不过是向上爬的垫脚石。你给的点心和冻疮膏，终究比不上世子府的一块牌位。是你这个建设社局害我，宋哥哥，是他模仿世子的字迹勾引我出来的。李大姑娘，若是你心中无鬼，这一封假信又怎能勾出你这尊真佛？沈某这儿还有你这些日子典当谢家首饰、筹备逃跑的当，要不要一并给谢大人瞧瞧？3年前你逃婚让我沦为笑柄，你做妾依然想弃我而去。李清月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当初在那顶轿子前抱起了你。刘嬷嬷，把她带回去，见人前一过，送去京郊感业寺，一辈子。不，宋哥哥，我错了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母亲，儿臣知错，从今日起，谢家再无李清月，只有长姐谢清霜。长姐，感业寺的车马已在后门候着了。宋哥哥，你救救我！感业寺是苦修的地方，进去了就出不来了。李清霜，你这个毒是你害我的。那可不是清霜，是你那颗永远喂不饱的贪心。月儿，这3年是我欠清霜的，也是你欠谢家的。去寺里赎罪吧。李清霜，我诅咒你，你这辈子也得不到真情，你不过是个没人要的替身。长姐，我不需要替身，因为这京城大半的丝绸生意现在都姓李，而你连名字都不会留在族谱上。送走了？送走了。沈世子，多谢你的世子信，这份人情，清霜记下了。既然记下了，那沈某提个无理的要求。听说李掌柜打算落完户就离京，带沈某一个如何？沈世子贵为皇亲，跟着我一个和离商女去南方风餐露度。京城太闷，沈某也想去看看李掌柜亲手打下的江山到底有多繁华。原来我弄丢的从来不是李清月，而是那个最值得被爱的人。不准干！那是我的女儿徒儿，没我的允许，她不能立女户。李大人，你家老宅都抵债了，现在来官衙撒野，是嫌牢里的饭不好吃？李大人，当初替嫁时您亲笔写下生死不相往来，如今您官职没了，儿子废了，就想拉着我一起溺死。姐，只要你给钱还账，我们就不闹了。钱我有，但宁可投进护城河听个响，也不会给你们半个同伴。文书已成，李掌柜，恭喜。清霜，南方路远，你一个女人，非走不可吗？兄长，京城是你的困局，却是我的枷锁，解了锁，我才能活。如果当初我没有抱起李清月，我们是不是还能过下去？谢兆松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，不是那一抱毁了我们，而是你从未把我看作一个对等的人。在你眼里，我是懂事的替身；在他眼里，我是平庸的笑话。李掌柜，明早城门口见。沈某连马车都换成最便阵的了。沈世子，若这一趟赔了本，
可别哭鼻子。沈某命都压在你身上了，银子算什么？这些是娘给你攒的私房，在外面不比家里，受了委屈，谢家永远是你的底气。娘，保重。等女儿在南方站稳脚跟，定接您去赏梅。青霜，你真的要走？那些账本首饰我都补给你，你别走好不好？谢大人，你补得了首饰，补得了我那3年枯守空房的青春吗？补得了你抱起李清月时对我深深的伤害吗？你是为了你的英雄救美，你是为了看他后悔。谢兆松，别再自我感动了，你的深情只给过你自己。谢大人，挡着李掌柜的发财路可是要遭雷劈的。这京城的风水太沉浮，沈某便带他去洗洗眼睛。青霜，京城再见，李清霜，从此只为你自己而活。李掌柜，这扬州城的水深得很，你这批苏绣若是想顺顺当当的进城，怕是得揭掉几层皮。皮可以揭，但得看是谁的。既然来了，就没打算空手而归。小娘子啊，长得不错，不如陪爷喝2杯，这税兴许能减2成。张管事，这批货是送往织造局的贡品，不知道白爷的脖子够不够织造局的铡刀硬？吓唬谁呢？兄弟们，送！上！沈某最讨厌别人盯着我的人看。张管事，这双眼珠子是不想要了？滚！白爷私通陈王旧部的账，该算了。而你，就是沈某最好的掩护。沈云峥，你这只老狐狸，原来是拿我当挡箭牌。不负，沈某是把后背交给你了，咱们合伙赚尽这天下财，也清了这天下恶，如何？李掌柜，听说你在城门口伤了我的人，还拿织造局的批文压我，京城来的娇顾，规矩似乎不太好。白爷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李继伤后既然敢进扬州，求的是财，不是气。扬州的绸缎生意，我点过头你才能卖。你要卖苏绣可以，但我白家要抽6成红利，且你的绣娘得归我白家统一调配。白爷这胃口，怕塞得进的大象，也不怕乘风破了肚子。这织造局的批文，沈某瞧着倒是真的。不过白爷若是想要，沈某可以再送你一张发配岭南的文书，如何？沈公子，这扬州地界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地头蛇，沈某正好缺一条束腰的皮。李掌柜，这白爷若是舍不得放权，咱们不如换个人来做这商会会长的位置。白爷，这是您过去3年私吞官盐税银的账目。沈世子有刀，我有笔，你是想拿6成利，还是想全家吃牢饭？沈世子，你这狐狸尾巴露得也太快了，就不怕白爷狗急跳墙？狗若跳墙，沈某正好乱棍打死。李清霜，这扬州第1商的位置，沈某帮你做定了。双面异色，这技艺连京城尽忠都少见。李掌柜，你这是要把扬州府的眼珠子都勾出来？白爷垄断了扬州的普通绸缎，那我就做他一辈子也绣不出来的奇珍。物以稀为贵，我要让扬州贵女们以穿李记苏绣为荣。瞧这针脚，阳光下竟能变换颜色。白家的绸缎跟这一比，倒像是粗布麻衣了。白爷，这李清霜不仅抢了咱们的高端客，还把城南最好的织造坊给低价收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商会就没咱们立足之地了。既然他想做大，就让他在大火里化为灰烬。今晚带人去仓库烧了那批贡品。白爷，沈某等你们很久了。这纵火烧毁皇家贡品之罪，构诛九族吗？白爷，你派人烧我的货，却不知我早已把货移到了织造局，这里面装的全是你私藏的私盐。李掌柜，这招请君日梦真的漂亮。扬州商会明天该易主了。商场如战场，他若不贪，便不会输。李掌柜，哦不，现在该叫李会长了。虽说白爷倒了，但这商会的规矩向来是资历深的说了算。您一个外来的合力之妇，怕是压不住这江南的千万匹绸缎吧？资历，王老板，去年你为了压价，在生丝里掺了3成烂麻，导致织造局退货3000匹，这资历够深吗？从今日起，商会规矩只有3条：第一，进贡织造局的货，谁敢以次充好，逐出商会，送官查办；第二，取消白爷定下的6成抽成，改为2成，用于商会共计；第三，谁若敢私下勾结山匪，贩卖私盐，白爷的下场就是你们的明天。沈某的刀很久没见血了，谁想试试，尽管挑衅我李姐姐。是。李掌柜，这李会长当的威风，接下来是不是该把生意做到那陈王的地盘去了？
陈王世子欠我的债，该算利息了。李会长，实不相瞒，我家主子在封地急需一批御寒的云锦，若是您能供货，这价格翻3倍也使得。3倍？赵管事的主子好大的手笔，只是不知这封地是在哪位王爷名下。我家主子乃是陈王府的旧人，如今在北境经营马场，只要您点头，往后李记的商队过北境，保证畅通无阻。陈王府那是谋逆之臣的余孽，赵管事，你这生意经念的可真是惊心动魄。世子爷的狗鼻子倒是灵，闻着味儿就寻到扬州来了。回去告诉陈王世子，李清霜不仅要赚他的银子，还有他的命。赵管事带句话，当年的私奔信我还留着，他若想要，拿陈王府的官言批文来换。你这是拿自己当饵，引那疯子出动。他不死，我心中的那把火永远灭不了。陈王府这些年私扣盐税，这就是他们的死穴。沈某这条命都压在你这儿了，李掌柜，事成之后，你打算怎么谢我？赚得的银子分你一半做聘礼。你真的打算拿这些信去换陈王府的官言批文？那可是谋逆的死罪。信只是饵，我要的是陈王亲笔签署盖了私印的盐税账本。有了那个，大周朝堂便容不下陈王府。李掌柜，世子爷说了，只要你交出当年的信件原件，这江南3省的私盐经营权便是你李记商化的。世子爷好大的口气，一张批文就想买断他当年拐带官家小姐私奔的罪证。我要他亲自核准的那本岁入密册。李青言，你别得寸进尺，那密册关系到王府命脉，你一个小小的商女也敢觊觎？世子爷在封地招兵买马，若没有我李记商号的渠道，他那些私盐1两也运不出去。这密册换他的命，不值吗？沈某这柄剑可是认得陈王府血脉，这密册你是给还是留着进棺材？找到了，陈王府这些年侵吞的7成盐税，全在这里。秦霜，这一笔账下去，陈王府满门一个也留不住。你真的准备好了？这一刻，我等了整整5年。沈云峥，替我修书一封给御史台，陈王府的火今晚就开始烧。私吞盐税7成，陈王竟敢在封地饲养精兵3万，这是要反啊！周大人，这可是李记商号拼死从扬州带回来的。李掌柜说了，他一介商女不求赏赐，只求圣上能清了这天下之恶。赵管事，陈王世子就派了你们几个废物来取我性命。你这饵下得太重，陈王世子已经疯了，连北京的死士都调过来了。疯了好，他不疯怎么会露出更大的破绽？算算日子，京城的禁军应该已经在路上了。刚到的消息，已密下镇怒，即刻指察封总督监测管火官盐商行。李清霜，你这一手断了陈王府所有的财路和退路。沈云峥，陈王倒下后，这江南的盐路我要占一半。只要你想要整个大周的江山财富，我都陪你一点点打下来。感业寺那位净苦师傅来信了，听说他在寺里挑水劈柴，双手都磨烂了，正求你这个好妹妹救他脱离苦海呢。救他？当初他私奔时，可曾想过我这个妹妹会在谢家受苦？他在信里说，只要我接她回扬州，他愿意把当年陈王世子下给他的地契全部交给我。他到现在还以为我稀罕那点赏赐。他大概还不知道，陈王府这棵大树，今晚就要被连根拔起了。女婿赵松，求你救救清月！感业寺那帮婆子不给饭吃，清月要饿死了。你不是最疼她的吗？疼她？我为了她丢了官职，散了下了家财，连唯一的妻子都弄丢了。李大人，这疼字谢某受不起了。李掌柜，陈王府谋逆案发，陛下特赐李记商号江淮盐饮，陈王府一众家眷已下狱，唯有感业寺那位，不知李掌柜有何吩咐？既然他喜欢青灯古佛，那便在寺里待一辈子，无照不得出。还要加一条，每日抄经100遍，为大周祈福，少1遍抽1遍。快！趁着禁军还没封锁水路，带上这些财宝去北境投靠大将军。李清霜，你这个贱妇，竟敢勾结沈家害我王府！害你？世子爷，3年前你与我长姐私奔，害得我替嫁3年，那是私仇；你侵吞盐税，私养征兵，那是公愤。这账今天该清。沈某说过了，谁敢动他，沈某便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
逆贼陈王世子，证据确凿，奉旨缉拿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陛下说了，李掌柜举报有功，这江南的沿路往后便有李继商后总领。沈世子，这份功劳你也有一半。沈某不要功劳。青霜，陈王倒了，你心中的那座山也平了，现在是不是该考虑一下，给沈某一个正式的名分了？名分？沈世子，我的聘礼可是整个江南的盐税，你沈家接得住吗？李大会长，京城那帮老顽固坐不住了，陈王府倒台，盐铁官营缺了你这根顶梁柱，连户部尚书都急得直掉头发。急什么？当初我走的时候，他们可都说我是克夫的扫把星，说我这辈子翻不了身。青霜，哦不，李会长，谢家祠堂一直给你留着位置，钱夫人也日夜思念。如今朝廷开恩，只要你肯回京重整盐路，那谢家主母的位置……主母？如今我立的是女户，跪的是天地，谢家的祠堂怕是供不起我这尊府。沈某倒想看看，谁敢动我未过门的王妃。谢祖老，你是想让谢兆松那废物来抢我沈家的人？传圣上口谕，宣江南李氏清霜入京续职，领一品诰命，总调度天下盐库。回京吗？这一次，没人能让你受委屈。回。有些旧账，总要亲手算清，才算真正的两清。一品诰命李清霜李总管入城，闲杂人等避让。清霜，是清霜回来了。哟，这不是谢大人吗？谢家虽然散了，但这官服还没脱吧？见了一品诰定，怎么还不行礼？谢大人，3年不见，你还没清醒吗？清霜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把李清月赶走了，我把书房锁了3年，你能不能回来？回来？谢兆松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本宫回京是奉旨整肃盐务，至于谢家，本宫此次回来是想把母亲接去江南享清福。至于你，继续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清霜，你真的回来了？娘，女儿带了10里红妆来接您去扬州养老，谁若敢拦，女儿便拆了她的房梁。好孩子，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，你如今回来，娘死也瞑目了。娘，女儿在扬州给您备了带温泉的别院，还有20名伺候的丫鬟。今日接了您，咱们便启程，离这晦气地方远点。不准走！李清霜，你已经抢走了我的名声，现在还要抢走我的母亲，她是谢家的主母，死也要死在谢家。谢大人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清霜如今是一品诰命，且是你谢家名正言顺写进族谱的嫡长姐，长姐带嫡母去江南疗养，你一个自顾不暇的落魄京官，有什么资格了？娘，你走了，这谢家就彻底散了。儿子求你，你劝劝清霜，让他把扬州的生意迁回京城，咱们一家3口重新开始，我保证再也不看李清月一眼。赵松，这3年你喝闷酒丢官职，清霜在外面风餐露宿打江山，你凭什么觉得他还要回来扶你这趟烂泥？谢兆松，谢兆松，看在你是清霜义兄的份上，沈某留你一条命，再敢上前一步，沈某不介意让你去感业寺陪李清月。谢大人，谢家的老宅我也买下了，以后这房子你尽管住，租金就从你那点微薄的俸禄里扣吧。